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S 赵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李永平前副市长、陈志涵主任、陈凤馨小姐。好，美台有一个合作倡议了哈，说调高到10亿美元了。军援，10亿美元。然后，但是其实台湾也真正需要这个钱吗？也不见得，台湾钱很多了哈。那另外呢，这就是313亿台币啦。外交部说，你看这是落实实力带来和平的愿景。没有实力，所以就有和平啊。然后美国我们钱，给我们武器啊。那另外呢，美国众议院国防授权法案出炉哦。本来参议院的时候有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但是被删除了啊。众议院把我们删除掉。不过大家想说，以前也都有，你也没真的邀啊，只有些记者去。我看记者很神勇，但是部队也没去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台合作倡议呢，严正生教授是说呢，不用太过寄望美国的援助了啊。至少我们买200亿美金，到现在为止东西还没送来啊。那另外呢，说这次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没有提到北韩无核化，以前都会提啊，北韩不能有核，因为南韩很关心这个问题啊。专家说，为了重启川金会铺路，川普还是想跟金小胖见面啊。那另外呢，川普已经告诉习近平，只要符合国安条件呢，允许辉达对中国出口 H200晶片，老沈很高兴哦。我哪有？盘后涨2%，你不高兴吗？你要听我详细分析，赚不少钱，最好跟凤馨一起对打，好吧？然后呢？但是断言，美国要分任25%。当时 H20要去大陆的时候，川普是要留15%给我，现在留25%哦。说对于 AMD 啦、英特尔适用，意思说都要给我25%，25%哪里来？哪里去？哈，好吧，我们先看哈，到底辉达可以多卖多少钱呢？说至少80亿美元了啊。那另外呢，路透社说台湾付给美国25%，台湾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H20在台湾做的 ，H200在台湾做的，大概是台积电做的哈。所以呢 ，NVIDIA 卖 H200呢，每次交易每笔交易抽成25%，传出来费用台湾付。一个白宫官员说，这个25%将以关税形式在台湾出口段征收。然后呢，这个因为主要在台湾做，那而且呢，这个晶片要先运往美国接受安全审查，看有没有什么机密啊等等，后门啊等等。不过后门应该是美国的后门，不是大陆后门。通过以后才能出口到中国。所以呢，川普说，这样我们要维持在 AI 领域的领先地位。所以呢，也告诉了习近平，习近平说有正面回应。之前 H20要去中国说不要了，那么这个低阶我们也会做，干嘛要？还要给你留15%的这个买入钱啊？白宫官员说是跟台湾抽啊，那而且要经过美国的审查。那黄仁勋恐怕会被邀请到国会作证，因为有人反对。川普要25%，当然有他的道理，就是跟美国讲说这个钱我们要帮助美国增加工作机会啊。你们反对，那你们把这个钱拿出来吗？人家至少你看100亿美金的话，至少25亿在美国啊，就是台湾出的这个钱呢，你们有什么话好讲？或者他这个来平衡一下啊，因为他也知道很多人是反对的哈。那黄仁勋可能会被邀请到国会去作证哈。川普说，我们美国很快就取得50%的晶片市场，因为台湾的晶片才正移向美国。我们看一下。从华府来台展现推进交流，而全球领袖人才采访计划2004年的得主更特别录音。2004年我担任立法委员时，在古立言处长的推荐下，参与了 IVLP， 也亲自感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活力与韧性。要展现台美交流稳健向前行，只是国际级军演交流是否受阻了呢？环太军演小组上周才刚开完会前会，确定明年37国会参加。但2026年年度国防授权法参众议院协调版最新出炉，原本建议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的部分却遭到删除。2020年起就被纳入的建议，如今遭移除，但其实过去3届也都没邀请台湾。倒是拍板的新版国防授权法要求美方必须与台湾合作，设立无人和反无人系统的能力。而且到2029年前，年年得向国会报告进度。不过各方持续解读川普的新国家安全战略是否对中国措辞软化。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费瑞安的忧虑，指北京会视此为美方让步，并以此作为下一轮谈判起点。向来奉行大国外交的川普，就看如何实际执行大国军事战略。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上星期到白宫见美国总统川普，并且拜会国会共和党参众议员。他亲自出马，对美国政府全面游说奏效。国防授权法案排除必须让美国客户优先取得先进晶片的获得 AI 法案。川普也宣布，在不影响美国国安的情况下，允许辉达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获得批准的客户出口 H200晶片，而辉达要将25%的销售额上缴给美国政府，比之前 H20晶片的15%要高。同样的做法，超微和英特尔也都适用。川普表示，他已经告知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决定，获得正面回应。而辉达、超微和英特尔盘后股价全面上涨。川普强调，现阶段辉达市场上最顶级的 Blackwell 和明年推出的 Rubin 晶片，都还是不能出口到中国。Not going to replace China. 报复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中国停止采购美国农产品反制，对美国农业造成负面影响。川普在白宫宣布110亿美元的农民纾困方案。I spoke with President Xi recently, very recently, and I think he's going to do even more than he promised to do. So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good one. 川普说，对等关税不止强大，效果也快。再提，就是因为他的关税政策，半导体制造才会从台湾回流。造成怎样？两样事情都很重要哈，那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我尽量简短。首先讲这个台湾参加联合军演，这个一直是台湾想要的，因为可以跟美国的在太平洋西岸的盟邦啊平起平坐，显得我们很重要啊。但是呢，这次总算有一点眉头，就是参议院版的这个法律进去了啊，又被删掉了，所以我们大概会很失望。我的看法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川普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像这种东西啊，他不但算本益比，还算 CP 值，就说让你来演，没有什么帮忙。他给我们的角色就是无人机跟海上巡逻，那给你这样一演，那老公很生气，老公很生气啊，这个恐怕比跟类似早苗的案件一样，就是他的生气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平复。那我们去参加了，其实也没什么好用。那我觉得我们台湾要趁这个机会，就是说我们跟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其他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角色，老共是要打还是要守？你先告诉我，老美在这里耀武扬威是要守还是要打还要攻？这个搞清楚了以后，我们台湾其实在美国的整个军演里头，我们的角色其实不重要的，而且老共对付北韩啊，不对付南韩啊，对付日本，对付美国，跟日本跟我们这个动机跟做法也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应该是给老美讲，我们的代价不需要跟你们一样的高，所以我们跟你付一样的军费。我们是倒霉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利器是什么？连黄连都讲，我们最大的利器是自由民主，就讲得很好。但是自由民主的内涵是什么？是台湾主流民意才是自由民主最后的展现嘛？所以这不需要前面给告些，不去要去看先刚就是反而省了很大的费力的东西。讲到 H200啊。这个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晚上才发表的，那当然是一个利多了，它涨了4%，后来又有一点拉回，但是起码很多人都说，这个你肯给，你肯卖，但是也许老公不买，老公说我已经够了，我不需要，我现在给你买了，第一点我没有尊严，第二点呢，我对你的依赖性就从此就依赖了这个很多不同的讲法嘛。黄仁勋说，我只赢你 not a second。所以我不卖不行，那这个美国国会都说我们赢他10年，所以不可以卖。这个是两个理论是基本上不懂的人是觉得有一点矛盾的。但是我要回到讲那个25%，对，我在想这个问题的关税，会不会将来以后台湾的这些东西都要25%？不是我简单回答你，是不是？我跟你讲，大家为了钱都冲昏了头，连最基本的逻辑都不通了。我问你 ，NVIDIA 每卖一片。去给老共 ，NVIDIA 赚多少 ？NVIDIA 赚多少？7成，毛利率7成，4成，7成赚70。那我们是总价钱，我们替他付25，所以那个7成里头有2成5我们要代付，对不对？我们有赚那个辉达那么多钱吗？我们赚他每卖一片给老共，那我们台积电赚了
NVIDIA 多少钱？有赚了25块吗？不过台积电的毛利率也很高啊，有5成多啊。不是那我知道，但是他后来卖给的钱都是辉达赚去了嘛。我们有赚辉达赚那么多嘛，所以我们就是说要先付25块，这个是我们虽然最后的成品、最后的完成是我们的，但是这个整个东西的值多少钱是 H200在老共的心目中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才算啊。怎么这个价钱乘0.25是我们的负担呢？这不通的嘛。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到了替辉达给辉达，我们赚了辉达多少钱，这里头的钱再乘以几%，老美拿去，这个我还可以接受。总价的25%，总价的25%是不通的。哪有凤姐？这25%是假议题啦，因为呢，这个台积电的产能非常的吃紧。如果说今天呢，美国要求说他做 H200的这些相关晶片就要扣25%的关税的话，那大不了台积电就不要接这个单就好了。所以我不觉得这25%会真的是台湾付。最可能的状况是，如果真的有拿到单子的话，那可能就是呢，这个辉达给的价钱高一点，然后我们就可以负担多一点的这个表面上是我们付，但实际上是辉达这个地方呢用支付的方式，然后来负担这笔钱。但我这边可以很明白的说，我认为中国大陆根本不会买。为什么不会买啊？其实我最近才看到一份这一个资料，那这份资料呢，当然这里面的细节让大家看密密麻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什么呢？就是比较华为最先进的 AI 晶片，然后它单个晶片呢，其实在效率、算力各方面是不如辉达的，包括了 GB200、GB300，然后以及最新可能要发布的这个 R 这个晶片呢。那么，但是如果它变成了重级的方式的话，就系统性的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华为的表现的算力在不同的浮点的这个计算之下是6.7倍到15.4倍，相当于辉达最先进的晶片哦，还不是这个 H200，因为这个 H200是2023年的旧版本了，所以我说老公这边不会买，因为你既不是最先进的，那中国大陆这个地方其实它也已经自己生产出来了，不只是华为，你看到今天呢，这个大陆的 AI 晶片的相关个股，寒武纪啦、摩尔线程都还是继续的上涨，你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中美科技战的一环啊，这个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关于环太平洋军演这件事情才是重要的议题，还有10亿金元的这个问题才是真正我们要值得关注的问题。3件事情是要合起来看的。第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个 NSS 其实它是天翻地覆的大改变。第二个部分就是这一次的授权国防法案当中10亿美元以及环太平洋军演的部分。第三个部分是中日现在不是只有经济上的冲突、外交上的冲突，在冲绳外岛上面有军事冲突，这3件事情合起来都要去看美国的态度。NSS 的态度里头呢，川普现在明白的昭告世界，美国不再当世界警察了，美国现在退缩到西半部去西半球去当霸主，所以呢，他在整个环太平洋，在整个 NSS 当中有一个取消，就是他不再当世界警察。有2个强硬，一个是在整个美洲，他非常的强硬；另外是在经贸上面，他很强硬。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民主同盟，没有什么民主自由价值，不再有这种价值同盟体系。而在亚太地区，他甚至不提印太哦，他也不提南太平洋哦，他也不提东南亚哦，他不只是不提朝鲜而已，他这些通通都没有提。他剩下来的只有什么呢？跟中国大陆之间呢，不再是首要威胁，要维持好的经贸关系，但是不能够让中国大陆称霸。可是不让中国大陆称霸，不是由美国单独的用实力来负担这个原则，而是由盟友们来负担。所以日本要负担，韩国要负担，里面没有点名的，但一定是要负担的，就是台湾。环太平洋军演啊，它的重点在哪里？从2017年开始，只要隔年有军演，然后美国国会就会表演一次，我称之为表演一次，建议美国的行政部门必须要邀请台湾。每一次都建议，每一次都是压倒性的多数通过这个条文，没有一次真正邀请，一次都没有。我最后提一点，日本其实透过《金融时报》告诉美国说：“我现在跟中国大陆发生了紧张关系，你为什么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说？”
之后冲绳的军事紧张，我们就不妨来观察一下，如果美国在未来1个礼拜之内，在一句话都没有说的话，那我想我们需要认清，如果美国是这样对日本，他会如何的对台湾？就说大陆买不买黄仁勋 MV 的 H200不知道了，但我比较关心的，川普说将来这个货是要送到美国，美国再卖到大陆，抽25%的关税。他说 MMD 这个都一样啊，这个都一样，其他都一样。那是不是川普脑筋里面就是因为现在还在想232条款到底会怎么样，大家都不知道嘛？但是韩国、日本说不会比台湾差，所以有竞争力。同样50%也有竞争力啊，同100%也有竞争力啊，25%是不是一个指标？大家可以看一下，休息一下再回来。不是。好，川普对日本的 F-15被大陆的歼15说用什么雷达锁定，没讲话。那外国媒体啦是说呢，他们有个日中热线，日本中国有一个热线，就很紧急的时候要打线，说打不通，中国没有人接电话了说东京是不是遇到考验了，打不通那所以呢，这个叫做防卫热线，那变成虚设喽，因为读卖新闻说。北京没有人接电话，没有人接电话，怎么办呢？解放军报说这是日本在炒作雷达照射，要转移高市的言论那大陆就日本的媒体问说你照的目的何在呢？大陆外交部说是恶人先告状，嫁祸于我们其实呢都是他们先挑衅，他们跑来就刺探我们的军情收集我们的参数那川普对日中的争端保持沉默。金融时报说声援不足，那东京市叫美国公开挺高市早苗，但是呢，川普显然沉默那么另外呢，说日本在台湾周边打造飞弹群岛，距离台湾110公里的与那国岛成为前线的核心，最近只有110公里，上面布了飞弹。那另外呢，说台湾地位被7重锁定，王毅警告日本，你借台湾生事，是可忍孰不可忍。7重锁定，从1943年12月的开罗宣言，一直到波茨坦公告，波茨坦的这个执行，然后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他取代中华民国，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取代了，所以包括在台湾行使全部领土的主权。1971年联大的这个决议，就是老共取代台湾取代中华民国了。在联合国的这个席次了那1972年中日有一个联合声明然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确认，联合声明所表示的各项原则应该予以严格遵守。那人民日报说，王毅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有几次讲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印就打仗了，然后呢中越也打仗了所以呢日本人给我小心那另外呢，自古以来。王毅说：“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那另外呢，上海到这个大阪有一个渡轮叫做鉴真号，说呢已经停了，不开了看一下。”日本首相官邸前不断有民众组织抗议活动，反对首相高市早苗草率的台湾言论。而事件发展至今已1个月，不止没有平息迹象，反倒越演越烈。レーダー照射は2回ありました。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あります。周日凌晨2点左右，防卫省紧急召开临时记者会，向媒体说明大陆军机发动的雷达照射事件。防卫省表示，周六下午，中国航母辽宁号行驶在冲绳本岛东南方公海，进行歼15战机起降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分别2次紧急升空待命，均遭到共机间歇性雷达照射。第一次为下午4点32
32分至35分之间，第二次为晚间6点37分至7点08分之间。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ございます。で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もう極めて残念です。で中国側には強く抗議し、再発防止をこの厳重に申し入れするということを行いました。冷静かつ毅然と対応してまいります。过往中方对日本采取雷达照射，多是舰对舰、舰对机，这次也是日本首次确认的机对机火控雷达挑衅。北京当局背后的威胁意涵不言而喻。高市政府虽然保持一贯不升级、不冒进态度，但是考量到严重威胁人员与区域安全，外务省、防务省以多个管道对北京表达不满。而对于日本政府的指责，北京一概不认，甚至发表声明强调是自卫队做贼的喊抓贼，不只提出反交涉，还批评日本炒作、渲染、颠倒黑白。来，我看这个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关系是越来越紧张了哈。那我先跟大家报告昨天最新的日本的民调哈，高市早苗内阁，他们不是做个人，他们是做内阁。好，民调比起10月的时候，因为刚好就过了这个月，因为11月7号发表台湾有事论的谈话，那昨天到12月6号跟7号刚好1个月哈，做了最新民调哈，高市早苗首相的这个内阁呢有下滑了6.2%。但是呢，这个民调还是高达75.8%，这对我们台湾来讲算是很高了。就是说，虽然下降了，但还是有75.8%。那么在刚刚所讲到的哈，这个我们就是有一说一，有没有很多人在日本的首相官邸门口抗议？有。可是现在目前对于这个说法，感到就是这个台湾有事论，日本的国民还是有55%认为说讲的没有错，好，还是够50%的。这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日本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哈，就是歼15跟 F15的那个过程，我相信这2天大家看新闻的时候都已经有知道，就是它被照射了。那什么叫照射？其实很简单哦，它叫做 Fire Control Radar， 也就是说，当你飞机在飞的时候，你用雷达锁定它，那这个术语叫 lock on， 你把它锁定住之后，现在的飞机都已经非常先进，我被锁定，我知道我被锁定，我的这个仪表板上面的机器会这个警戒声大作，我知道我被锁定了。对方可能开火，但他当然没有开火。那这件事情日本抗议，所以这个小泉进次郎2点开记者会。那中国大陆方面其实并没有很清楚锁定它，很清楚说明它到底是用一般的雷达。观众朋友，我们台湾也有乐山雷达，那个铺路爪雷达，它一次可以侦收到4000公里，但有讲我们台湾的可能没那么远，到3000，那也很远。也就这个区域当中所有的飞弹，它射出或者是飞机起飞，我们都能侦测到。可是这种叫侦搜雷达，它只是侦查说有这个区域当中有什么东西出现而已。可是这个所谓的火控雷达就不一样了，火控雷达是要针对要射击了，所以我才去做这个雷达。好，第三个，前面刚刚我们在讲美国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哈，凤姐姐讲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就美国有没有可能对我们来讲，对不对？就是这个口惠而实不至。但是当然每一件事情都一体两面的哈。我先跟大家讲，凤姐姐讲的都对。就过去美国曾经这样几次的说，希望邀请我们去参加这个环太平洋军演，但都没有。我先跟大家讲哈，今年原本这个国会要提出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它的用词是这样哦，叫强烈建议国防部长应该要在适当情况之下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如果最后决定不要，也请要跟国会说明，就是这一段，后来不见了，这是事实，连这段都没有了。可是呢，它换来的是什么？一个没有，但我觉得换来了3个有，一个就是军演10亿嘛，那当然后面可能不编。我更看重的是后面2个哦，就是说在2026年3月之前，美国必须要跟台湾联合发展无人机的系统，并且要生产，然后给美军跟台湾的军队使用，而且他认为这是符合台湾关系法的。第三个是海巡的整合训练，也就是美国可以跟台湾进行海巡的整合训练，这2个是比较务实的部分啦。那当然，你说钱部分10亿美金军演是一个象征性意义，参加军演，那当然可能也是我们这些国军需要有的。可是过往每一次都说要邀请我们参加，那讲完以后，其实美国国防部都没有做。所以即使这段被删掉了，刚刚凤姐也提醒，就你要注意它的政治的这个可能传达的意思。可是我觉得换来了我们可以共同开发无人机，并且生产无人机，增加台湾的防御能力，我觉得这也是正向的。那这样，
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高市首相的压力是有多大。虽然说这个民调目前看起来还是维持70%以上的满意度，但毕竟对于这位新的首相呢，日本的国人相对来说有一些这个对高市的期待，所以他大概是呈现出了一个多元的一个看法，未必是只是针对这个台湾议题，甚至我们看到之前高市首相他的说法也有明显的转变，所以呢，这个民调呢相当程度呈现出日本的国内对于这个新首相一个乐观的期待，但毕竟他还在蜜月期。不过我们更需要观察的是，在这个中日关系高度紧张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跟日本之间是如何的应对哦。当他们的摩擦变得越来越剧烈，从军事上到外交上，甚至你可以看到在民间的交流上头，都已经明显的摩擦日益的强烈的时候，其实我看到的是中国对外的态度变得更加的弹性。中国甚至还投书给这个 UN 就是联合国去诉诸国际说，其实呢，这个日本才是主要在升高对立，而且在拉高紧张的这一个国家。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过去在2战期间，他们面对了这样子的历史伤痛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懂得利用国际的媒体去提高这些压力，提交这个抗议函。他们竟然是说日本呢是率先来违反这个联合国的宪章，那么把这个舆论把它拉高之后，希望能够诉诸国际社会的同情。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它其实不只是在这个军事的层面，或者是在外交的层面，它都有比较灵活的战法。那相对于台湾来说呢，我们过去一直在说美国对台湾是多么多么的友好，甚至刚刚暐瀚哥说的，参议院在这个 NDAA 的，也就是国防授权法案当中，过去是强烈的建议说，这个国防部长呢，应该要邀请台湾来参加环太军演。可是过去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从来甚至没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过，我们的记者都可以去，但是呢，我们的国防部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参加，未来要如何的联合作战，到目前为止都只是一个空白的支票，而且从来没有兑现过。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美国对台湾的压力，其实我觉得是日益升高，不只是这个1.25兆的军购案，刚刚暐瀚哥也特别提到了。如果我们未来真的要共同生产这个无人机的话，它会不会变成是台湾的一个变相的压迫？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参与他们的战略，我们不晓得他们的军演实际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帮美国来生产这些无人机，而我们自己还要再去跟美国采购，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双重的剥削？所以这到底是不是口惠而实不至？我相信台湾人其实是非常聪明的。最后一个点要提出来的，这1.25兆的军购案到底买的是什么？现在说还要再去买爱国者飞弹，这个真的是符合不对称的战力吗？还是我们是被人家不对称了？那么相关的军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能不能够清楚的对国人有一个交代？我相信这是全民现在都在等着看的。休息一下就回来。